若问特斯拉的股东里，除马斯克外的最大股东有谁？如果你脱口说出木头姐罗恩·巴伦，那么你错了，是谁呢？这是一家有着116年历史，可以称之为牛股收割机的投资公司。亚马逊、特斯拉等巨头的背后都有它的身影，都给它提供了惊人的回报。这家公司就是超长期投资巨头百基 （Baillie Gifford）。百基是一家名声显赫的大型投资机构。有媒体说，如果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是价值投资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那么来自苏格兰爱丁堡的 Baillie Gifford 则是另外一座。自2000年初至2021年底，百基投资旗下的旗舰基金苏格兰抵押贷款信托的回报逼近1500%，而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的同期回报约为500%。我们知道，上世纪初以来，金融市场经历了太多风雨，像2次世界大战、华尔街崩盘、朝鲜战争、石油危机、互联网崩盘等重大事件都在扰乱金融市场，而百基作为100年老店运转了116年，在这100年时光里面，百基都经历了些什么？为何能屹立100年不倒？本影片将分3个部分来为大家揭开100岁投资公司百基的面纱。100年老店演变史。1907年，46岁的苏格兰军官 Augustus Bailey 和26岁的律师 Carlyle Gifford 在苏格兰爱丁堡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 Baillie Gifford WS。因为2位都没有金融背景，所以一开始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1908年，福特第一辆 T 型车风靡美国，2位创始人意识到，美国作为新兴市场即将迎来大爆发，于是他们决定转型投资领域。将首笔投资提供给为汽车轮胎提供原料的英属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由此赚得了第一桶金。第1次世界大战后，百基创始人敏锐地捕捉到美国的高成长空间。他们认为，在1战中大发横财的美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大举入股了联合太平洋铁路等铁路公司，并在美国投入了20%的总资产。回头来看，2位创始人当时的投资很正确。这也展现出了他们非凡的投资眼光。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百基又迎来了一次高光时刻。1940年，英格兰银行行长选择了百基在纽约证交所兜售英国国家资产，以建立军备库，为英国提供战争资金。也就是说，百基在那时不仅有钱，还相当于有了英国政府的背书，这也使 BG 在美国声名大噪。而且2战之后，英镑贬值带来了英国金融行业的繁荣，信托业大受提振，依赖于信托的百基赚得盆满钵满。需要一提的是，这期间百基创始人退休，第2代管理人尚未掌权。但是在短暂辉煌后，百基一度面临倒闭危机。20世纪70年代滞涨时期，信托业受到巨大冲击，但百基仍专注于眼前的客户群，资金端开始下滑。更为致命的是，1978年，百基的第2大客户 Edinburgh Dundee 信托公司被收购，该客户带来的佣金比公司的利润还高。在这等压力时刻，百基曾经考虑过合并和出售公司，但其合伙人坚持保持独立。最终，该公司从未进行任何合并或收购。好在他们在1960年代对日本的投资有了回报，并且随着撒切尔上台后取消资本利得税并大幅降低个税后，英国迎来长达20年的牛市。在此大背景下，百基吸取前期过度集中信托的教训，开始向养老基金的业务转移，从而重获新生。时至今日，养老金依然是 BG 最重要的客户群体，压住特斯拉大赚超1000亿。进入新世纪后，百基投资开启全球扩张步伐，并凭借压住亚马逊、特斯拉等明星公司成长为华尔街不可忽视的新势力。百基最经典的投资当属特斯拉。2013年初，百基投资8900万美元建立了230万股的特斯拉头寸，平均持股成本仅为38.7美元。这在现在来看是何其划算的一笔买卖，可在当时，百基此举被看作是一个笑话，因为当时的特斯拉实在是太弱了，各种负面消息缠身，数次走到破产的边缘。当时市场上都是各种唱衰特斯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对于百基来说是失效的，他们坚信自我。尽管此后几年外界对特斯拉的质疑仍未停止，百基仍选择继续在2级市场买。
数据显示，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百基在特斯拉股价疲弱时6次加仓。到2017年，百基已跃升至特斯拉第2大股东，持股比例仅次于马斯克。直到2020年，特斯拉股票不断攀高，百基才开始减持，7年获利超过10倍，浮盈超过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2亿元。截至目前，百基已减持特斯拉股份至1%，但从百基持仓比重上看，特斯拉仍是百基的重仓对象。截至2021年底，特斯拉仍占其持仓比重的6.3%。那么，在市场如此多的质疑声下，为什么百基仍如此看好特斯拉？百基曾在其网站上讲过投资特斯拉的逻辑，针对特斯拉的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以及长期几何级增长逻辑，设计了一个进条十问。若说投资特斯拉是百基最经典的一战，那么投资亚马逊则是百基投资全球崛起的转折点。2004年，百基押注亚马逊，彼时恰逢互联网泡沫破裂，多数机构对互联网公司避之不及。但百基投资看中了电商的巨大潜力，意识到这类公司与传统企业相比，其边际成本几乎可以为零，公司利润会随着扩张逐渐增厚，而非相反。基于对电商发展前景的看好，以及对于贝索斯的信任，此后百基持续加仓。截至目前，亚马逊的股价高达2900美元，而百基在2004年首次买入亚马逊时，其股价只有35美元，该轮投资回报丰厚。亚马逊股价走势图。值得注意的是，亚马逊、特斯拉都是 BG 旗舰级基金苏格兰抵押贷款 SMT 的重仓标的。SMT 的管理人是詹姆斯·安德森 （James Anderson），于1983年加入百基，1987年成为合伙人。2000年开始管理 SMT，20年间为股东创造了1371%的回报率，远超富时环球指数343%的回报率。但在过去的1年中，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 ，SMT 专注的科技股遭遇重挫。SMT 管理的股票价格下挫近10%，其创造的回报率降至负13.1%，远低于富时环球指数的12.8%。截至2022年3月31日 ，SMT 的表现。投资理念：以10年为单位思考。百基能在100年浪潮之中屹立至今，其投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投资者以10年为单位思考，而非以季度为单位思考，这是百基最广为人知的投资理念。据媒体投研价值的整理，百基的核心投资策略哲学是长期全球成长策略，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并长期投资于最具竞争力、创新性和成长效率的优质企业，持仓周期为5年以上。百基坚持践行真正的投资，在复杂的噪音中保持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认为大部分股票市场的财富是由极少数高成长性公司的长期增长带来的，因此坚持投资最具竞争力、创造性和成长效率的公司。是坚定的长期主义投资者，平均持仓时间近10年。百基的选股思路主要注重公司性质，从定性角度评估长期成长空间。风险6问，试图理解世界将如何变化，通过持续的思考寻找最好的投资机会。1. 我们的投资组合错过了世界上哪些重大的机遇和变化？ 2. 我们该如何在投资组合中反映这些机遇和变化？3. 哪些变化是我们已经投资但不够充分的？4. 我们还没有拥有哪些表现最好的公司？5. 为什么我们没有拥有这些公司？应该投资它们吗？如何确保未来不再错过类似的机会？6. 如何改进研究步骤和决策流程？进条10问，鼓励前瞻性思考，不断对公司文化、竞争优势、用户认可、社会价值等定性因素进行研究，评估公司的长期成长空间。1. 公司销售额在未来5年是否至少会翻倍？2. 公司在10年及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3. 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4. 公司的文化是否有显著差异性，是否具备适应性？5. 用户为什么喜欢这个公司？公司为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6. 公司的盈利是否可观？7. 公司利润率能否提高？8. 公司如何运用资金？9. 公司价值能够增长至少5倍吗？10. 市场为何低估了公司价值？我们从尽调10问中可以窥见百基希望发掘的杰出公司的画像。
如收入可以在5年内至少翻番，且盈利将出现重大改善，拥有杰出领袖、公司文化和长期竞争优势，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并得到用户紧密拥护。在商业模式具有极大外延扩展性，目前被市场低估的5倍潜力股公司。另外，相对于多数大型投资机构，百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无限合伙制。百基由合伙人全资拥有，他们都在公司内工作，且全部身家在公司负无限责任。这些合伙人在退休之前，需要以原价把持有的公司股份卖给下一代的合伙人。作为一家100年老店，百基这些年经历了诸多风雨，辉煌过，也落寞过。在过去近20年里，百基的表现尤为亮眼，管理的资产增长了15倍，截至2021年12月底，百基管理的资产达到3360亿英镑。未来，百基又会如何表现呢？又能否如以往一样继续押中大牛股，保持自己超级牛股收割机的称号？最后，请用百基的尽调10问，再对特斯拉进行灵魂拷问，请在留言区给出你的答案。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和转发，谢谢你。